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日常生活中，有一些人平时呢总感觉到肩膀疼痛，严重的手都抬不起来。其实这可能是患上了肩周炎，给生活和工作都带来很大影响。那该怎么改善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。首先，保持站立的姿势，两脚分开，和肩膀同宽，眼睛目视前方。先将左手弯曲抬起，放在胸前，然后呢，左手伸直向后甩动，这样反复练习10次。再换右手，也是做同样的动作，做10次。这样左右手交替做，每次做3到5分钟。这样甩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疏通经络，活动到肩关节。每天坚持做一做，可以缓解肩膀疼痛，帮助预防肩周炎。那有肩周炎的朋友，平时还要避免劳累，注意保暖，不要着凉。还有呢，饮食也要保持清淡，不要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，这样好好调理，肩周炎就会得到缓解。哎，沈哥啊，我想考考你。好啊。哎，你还记得我之前说过什么减肥方法吗？当然记得了，有动作的，还有按摩肚子的。哎呀，不错嘛，记得还挺清楚。那你这么问，是不是又有啥新方法了呀？哎，让你说对了哦。今天呀，给大家分享2个按摩耳朵就能够减肥的方法。1. 按摩胃点，胃点大约在耳朵中央的位置，就是这里。按摩时用食指指尖按压就行，那2个耳朵都要按到，每天早晚按压30下就行。也可以呀，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增加次数。按压胃点有促进消化、改善胀气的作用，对减少腹部脂肪有很好的效果。2. 按摩肌点，肌点在耳垂的上方，这是一个可以控制饥饿的点。那按摩时也是用食指按压，每次按压30下，早晚各按1次。按压这里有抑制食欲的作用，那每天坚持按摩也有很好的减肥瘦身的效果。那这2个小方法呀，简单易学，而且自己在家就能够做。你学会？哎，沈哥啊，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吗？那肯定是漂亮啊。哎，你只说对了一半。一半？那还有啥一半啊？还有就是气血，那女人呢全靠气血养，如果呀气血不足，那衰老的就会很快。女人气血不足呢，不用怕，可以呀长按一个地方，能够帮你补足气血。大敦穴，大敦穴呀不仅可以补血，还有排除肝脏毒素的作用。首先端坐在垫子上，那大敦穴呢在大脚趾指甲边缘大约2毫米的地方，是靠近第2个脚趾的那一侧。按摩时用右手的拇指按压左脚的大敦穴，先呢顺时针按揉10次，再逆时针按揉10次。按完左脚再按右脚，每天坚持按摩3到5分钟，对促进肝脏排毒有帮助，有很好的养肝补血的作用。那除了按摩的方法以外呢，平时饮食也要注意，想要养肝补血，可以多吃，比如红糖、黑枣、桂圆等食物，这些食物呀都有很好的补血作用。那经常吃能让你面色红润，永远保持年轻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人到中年，你会发现呀，身体没有以前那么健康了，而且很多疾病也找上门，特别呀是一些心脑血管疾病，而脑梗就是常见的。脑梗和我们平时饮食不当、生活不规律等有很大的关系，尤其呀是下面的2种食物最好少吃，要不然容易给血管添堵。第1种，腌制类食物。我们身边腌制类食物呢有很多，比如咸菜、腊肉等，这些食物中都含有大量的盐分。那中老年人如果经常吃，很容易加重肾脏负担，导致血压升高，从而诱发脑梗。第2种，甜食。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，对甜食呢都是爱不释手的，但中老年人要管住自己的嘴，尽量少吃甜食，因为甜食中含有较高的糖分，吃多了很容易导致血糖升高，堵塞血管，从而引起脑梗的发生。那预防脑梗，除了要少吃这2种食物外，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，转手腕。方法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两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上半身保持挺直，然后2手臂向身体两侧平举，立起手腕，双手握拳，同时呢由内向外的转300下，再由外向内转300下。这样转手腕可以刺激到6条经脉，对促进气血运行、打通血管有很好的效果，能有效的预防脑梗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男性朋友因为长时间久坐、饮酒过度，或者呢长期憋尿，导致前列腺出现问题。
如果前列腺不好，就会使人出现尿频、尿急等症状，对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影响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别怕，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对养护前列腺有帮助。那这个方法就是按摩脚部的前列腺反射区，位置呢很好找，在脚内侧面，脚内踝骨的正下方，凹陷的区域就属于前列腺反射区。如果有前列腺增生肥大的情况，按这个反射区的时候会有一个凸起。那平时我们按摩这个地方，可以先在这里涂点润滑油，然后用大拇指进行推按，每天坚持10分钟，对前列腺的保养有很好的效果。除了按摩的方法，平时生活中男性朋友还要注意饮食要清淡，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尽量少喝酒，多喝水，这样对前列腺健康有很。沈哥你说现在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呢越来越多了，可不咋的。哎呀，这种疾病可是很危险的，尤其是现在呢天气越来越暖和了，那稍不注意，只要一个错误的动作或者是行为，就会让心脑血管崩溃。那都有啥动作呀？不管男女，过了60岁要尽量少做2个动作。动作1，不要猛回头，如果快速转头，很容易导致人头晕头痛，严重的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或者颈部骨折等情况。因为人的颈椎呢很脆弱，如果经常的猛回头，很有可能会成为令心脑血管崩溃的导火索。所以大家转头时要缓慢，以免意外的发生。动作2，弯腰够脚面。很多中老年人呢会把这个动作当做热身运动，虽然这个动作可以锻炼身体，但是60岁以后再做这个动作，很容易给骨骼、脊柱以及血压造成影响，所以这个动作也要尽量的避免。那夏天到了，对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，每天保证适量的喝水是很重要的，建议大家每天喝水量不要少于2000毫升。晚上睡觉前和早上起床后呢，最好都喝1杯水，这样有助稀释血液，对身体健康。沈哥你说现在我们周围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了哈？是呀，咋整的呢？哎呀，很多病痛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是吗？是啊，那不好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呢，都会使我们的寿命减短。下面这3个习惯或许会缩短你的寿命，快看看你有没有吧。习惯1，长期久坐。现在的人越来越懒了，工作的时候在电脑前久坐不动，下班回到家也是躺在床上不愿意动。那这样长期久坐很容易对颈椎、腰椎以及血管造成损伤，对健康不利，所以建议大家每隔1小时就起来活动一下。习惯2，不吃早餐。很多人因为早上着急上班或者上学，养成了不吃早餐的习惯。其实早餐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长期不吃早餐，不仅会损伤肠胃，还容易造成营养不良，导致免疫力下降，让疾病找上门。习惯3，心态不好。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对健康很重要。如果一个人心态不好，动不动就生气，情绪暴躁，会给身体造成很大伤害，影响自己的寿命。所以想要长寿，首先要有一个健康乐观的心态。那人到中年，这3个习惯最好都改掉，或许身体会更健康，更容易长寿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感谢收看侃侃养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